大家好，今天我们来模拟 Obsidian 的 Format Hotkeys 这一个外挂。这个外挂可以设定快速产生标题井字号的快捷键，比如说我们可以在某个标题上面直接按下设定好的快捷键，让它自动插入标题等级的井字号。我直接按下 Ctrl+1， 它就会自动插上一个井字号。如果我按下 Ctrl+2， 它就会插入2个井字号。如果我按 Ctrl+3， 它就会插入3个井字号。但是这个外挂只能在 Obsidian 里面使用。如果在别的编辑器里面也要使用相同的快捷键的话，应该怎么来处理呢？所以我就使用 AutoHotkey 脚本写了一个很简单的模拟这样子的快捷键的做法。以下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脚本要怎么来写。插入井字号的脚本的写法，我写了2个版本。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比较简单的做法。首先我们先定义热键要使用的快捷键，就是 Ctrl+1 到 Ctrl+6 这6个按键。这6个按键呢，全部都会执行后面的这一段脚本的程式。我把程式通通都写到了函数里面这样可以比较简单的让逻辑看起来比较清楚。首先我们就是透过 A_this_hotkey 这个变数去取得触发动作热键的字串比如说我按了 Ctrl+6 的话，它传回来的 A_this_hotkey 就会是 Ctrl+6 的这个表达的语法，就是这个倒 V 符号跟6。接着我就是取出第2个字元，也就是这个6，也就是要输出6个井字号。我们看一下这一个第一个版本，它会把6传到这个函数里面，接着我就直接把它给输出。输出什么呢？首先我先输出一个 home， 让游标移到这一列的最开头，然后用井号后面带一个数字的方法，把6个井号呢直接就输出，最后再加一个空白，再按一个 end 把它移到整行的最后面。那这个就是很简单的一个做法。我们来看一下加井号的简单版本的执行状况。比如说我要等级1，我就按下 Ctrl+1， 它就会插入一个井号跟空白。那这个呢，我按下 Ctrl+2， 它插入2个井号跟空白，再按下 Ctrl+3， 插入3个井号跟空白。但是目前这个简单的版本有一个问题，接着我想把3个井号改成2个井号，因此我按下 Ctrl+2， 结果它会变成是把井号2也给补在标题的最前面。这个显然不是我们需要的结果，因此就必须来写个更复杂一点的程式。但是说复杂其实也没复杂到多少，因为我们首先要先取得目前游标所在这一行里面的内容。在别的编辑器里面呢，透过 AutoHotkey 只能透过系统剪贴簿来取得这一行标题列的整个完整的内容。因此首先我把系统剪贴簿的内容给清空，然后送出一个 home， 再加上 Shift+End 把整行给标示起来。为了让这个标示能够完整的被选好，因此做了一下200 millisecond 的停顿，再送出 Ctrl+C， 把所有标示的内容呢贴到系统剪贴簿里面，然后等待它的 Ctrl+C 的动作做完，再把剪贴簿的内容呢储存到 text 的变数里面，然后接着再用正则运算式 regular expression 来取得井号后面的文字。首先用倒 V 符号表示每一行的开头，有1到6个井号，后面有带一个空白。如果有符合这个内容的话呢，就把后面的所有的内容储存到后面的$1里面，再把$1也就是空白后面的所有内容呢储存到 text 的这个变数，然后接着我们再把几个井字号，再把刚刚取到的空白以后的内容整个再输出出来，这样子就能够完整的取到你需要的井号的内容。接着来执行看看比较完整的这个版本的执行状况。首先我们先把 Ctrl+1 到 Ctrl+6 要执行的函数从 Markdown 底线 Title 1修改成 Markdown 底线 Title 2，这个是比较完整的版本。修改完毕以后，我们来执行一下这个脚本。执行以后我们来测试看看。现在在标题1这个位置按下 Ctrl+1， 它很正常的插入了1个井号，再按下 Ctrl+2， 正常它不会像刚刚一样在最前面补2个井字号，原来的井字号还保留着。我们首先就把井字号给删除掉了，再插入需要的井字号，接着再按一下 Ctrl+3， 可见后面这个版本已经可以正常运作了。但是请大家要注意的就是 AutoHotkey 的 Ctrl+C 经常会有一些小毛病，因此如果你执行了以后发现结果不是你预期的，也没有关系的。反正其实今天这个脚本就是简单的示范一下怎么样子使用很简单的几个按键就可以来达成想要的功能。今天介绍的这个功能，如果大家觉得对你的 AutoHotkey 的知识或者是实际的操作上有帮助的话，请大家记得订阅我的频道。订阅是不必花1毛钱的，但是可以得到很多额外的知识。希望大家多多帮我分享按赞，谢谢各位。